采尔采如斯卡。从前有一位穷官夫，他有2个女儿。他们的隔壁住着一个寡妇，他总是勾引这位穷官夫邻居。邻居，娶了我吧，你不会吃亏的，我会帮你抚养2个女儿，替代他们的母亲。有一天，穷人终于就范，娶了寡妇。但继母对女儿们没好几天，她总是想方设法地赶走她们。她天天给丈夫吹枕边风，把他们带到森林边上，扔下他们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父亲听到这种话，感觉太可怕了，但是最终还是听从了他的话。大女儿名叫采尔采如斯卡，她偷听到继母和父亲讲的话，在口袋里装了小米，用来留下记号。第2天清晨，父亲带着2个女儿上路了。采尔采如斯卡一路偷偷地撒下小米。当他们来到森林深处，父亲说：“喏，女儿们，休息吧，我们都累了。”于是，女儿们都睡着了。当他们醒过来，突然地呼唤着他们的父亲，他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。没关系，小妹妹，我们可以跟着我撒的小米回家。他们找来找去，什么都找不到。鸟儿把小米都吃了，他们没法回家了。此外，他们出发前，继母诅咒了他们：你们从什么动物的脚印里喝水，就会变成什么动物。当他们在无穷无尽的森林里游荡时，小妹妹渴了，她看到一个牛角印，里面有清澈的水。亲爱的姐姐，我要喝水，因为我太渴了。不要喝，小妹妹，因为你会变成动物的。小妹妹走路时不小心落下了，她从一只鹿脚印里喝了水。当采尔采如斯卡回头看时，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。采尔采如斯卡和小鹿走啊走，找到了一个树洞，他们用枯树叶做了一个窝，住下了。一天，一位王子来到附近打猎，当他看到美丽的采尔采如斯卡时，便叫道：“从树洞里出来，美丽的姑娘！”我不能出去，因为我有一个鹿妹妹，你会伤到她的。你和小鹿一起出来，我不会伤害你们的。采尔采如斯卡出来了，她的美丽让王子哑口无言。当王子回过神来，立刻向她求婚：“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，铲子锄头，只有时间才能分开我们。”王子拥抱她，亲吻她，扶她上马，带她回家，娶她为妻。光阴如箭，岁月如梭。当王子成了国王，出去打猎时，采尔采如斯卡生了一个小男孩，小安德里科王子诞生了。但是好日子不长，王宫中有一个恶厨娘，她有一个丑女儿，她一直幻想她的女儿可以成为王后，打心眼里憎恨采尔采如斯卡。哎呀，您太美了，尊敬的王后，院子里有一个湖，您在水里看看自己。当他们来到湖边，恶厨娘突然将王后推进了水里。恶厨娘马上给女儿换了衣服，放到采尔采如斯卡的床上。不久后，国王打猎归来，恶厨娘向他报喜：“小安德里科王子出生了，陛下您看。”国王高兴地亲吻了小宝宝。当他转向床上想亲吻他的妻子时，吓了一大跳。神圣的上帝呀，我的妻子怎么了？怎么变得这么丑？生孩子弄的。恶厨娘解释道：“
国王很难过，但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事实。采尔采茹斯卡每晚都会在小鹿的房间里出现。他问道：“小安德里克王子有哭吗？”“当然有哭，姐姐，孩子没有奶吃。”恶厨娘的女儿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心想必须要消灭小鹿，不然会露馅儿。她跟国王说：“亲爱的丈夫啊，我感觉非常虚弱，我只有吃了小鹿的心肝才能康复。”“那我就宰了小鹿。”当他们在磨刀洗盘子的时候，小鹿跑到了湖边，开始念叨：“亲爱的采尔采茹斯卡，从湖底鱼肚里出来，因为刀架在我的颈上，马上要取我的性命。”采尔采茹斯卡闻声从湖里浮了出来，走到了小鹿边上，轻轻地抚摸它。她比之前还要漂亮。国王偷偷跟在小鹿后面，听到看到了一切。他拥抱亲吻采尔采茹斯卡，采尔采茹斯卡告诉了他一切。喏，国王立刻找到了恶厨娘，问道：“有人要害我的妻子，你会怎么办呢？”“怎么办？将那个人绑到马尾巴上，拖着全城游街。”国王立马对恶厨娘和他的女儿召唤了。采尔采茹斯卡则带着小鹿回到了王宫里。如果他们没死，直到今天都还幸福地活着。